贝聿铭的室友来了啊！每一个设计都要画出1000多张，最多的可能画到了1万张。据说他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抽4宝爷。大家好，我是建筑师魏洪涛，让我来说你能听得懂的设计。上一期呢，我们来到了上海当代艺术馆啊，贝聿铭大师的特展。今天呢，他来了一位室友，建筑师人阿尔瓦罗·西扎。一进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西扎的目前最大的一个在上海嘉定的海上博物馆，巨大的尺度啊，太漂亮了，像一个雕塑一样。但是很遗憾没有建成啊。我相信任何一个建筑师都有很多遗憾的未建成作品啊，但是这也是建筑设计的一个魅力所在。这次的展台的设计啊，特别巧妙，用了这种镜面的材质啊，让整个的模型啊有一种悬浮的感觉，所以大家的注意力啊更多的会注意到建筑作品本身。这个呢是他职业生涯早期最重要的一个作品，叫诺瓦茶室啊。这个茶室呢，它是在一个海边的山上，所以它充分尊重了原来的地形地貌。你像这些小山头都保留，然后整个建筑呢像是从这个海边的岩石上生长出来的一样。然后它的体量呢也极具雕塑感啊，这是它建筑设计重要的一个特色，把海边的景观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啊，让我想到了我们当时在安琪做的那个最美的一扇窗的茶室的那个景观。太美了！这个在它的茶室边上呢，是它的另外一个代表作啊。这是一个很小的项目，但是它很用心啊，人工和自然结合得非常好，是位于葡萄牙海边的一个泳池。你可以看到，从街上其实你是看不到的啊，很好的一个行走的动线。然后出来以后豁然开朗，然后在边上的话呢，就是原来的海岸边的礁石，完全跟自然很亲近的一种状态。从小呢，他其实想成为一个歌剧演员啊，那后来呢，他又想成为一个雕塑家。他在后续的建筑作品中呢，呈现了一种强烈的雕塑感，这可能也跟他从小想成为一名雕塑艺术家有密切的关系。这个香烟盒呢，也是他的一个代表作啊，上面有他自己画的手绘。据说他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抽4宝爷，挺讨厌那个国外烟盒上画的那个吸烟有害健康的标志，所以他就把他的手绘作品画出来以后贴上去，让这个香烟盒呢显得更像一个艺术品啊，所以它有点童真啊，老顽童的感觉。西扎的建筑呢，它有3个重要的语言啊，一个是圆形、方形和三角形。在这次的布展空间里边啊，这3个元素啊都非常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背后这个展厅空间特别有意思啊，三角形中的三角形啊，整个平面是三角形，在立面上也挖了一个洞，吸引人们进去一探究竟。这个太漂亮了啊，用混凝土做出来这种悬浮的感觉，它下面没有柱子，结构外露的那种感觉啊。那我相信人在里边走的时候，它的这种体验感也会非常的微妙。上面一会儿是有天光下来，然后一会儿呢又开了一个小洞，让你在这种幽暗的环境下有一种光线的引导。有没有感觉到啊？它应该是一个方形的，然后雕塑凿出来一个非常通透的这么一个形状，有一点中国的那种太湖石的感觉，中国的首秀啊，特别佩服这个老板的审美的品味啊，他敢选西扎，他是给一个化工厂，然后在一个水面上做了一个悬浮的水平向的一个办公楼。那一般的办公楼呢，大家是喜欢把它建得高一点啊，像摩天楼一样。那这个呢，我感觉是把一个摩天楼给它放倒了。来看一下这个东钱湖的大师工作室啊，一个葡萄牙的设计师把中式的传统的美学研究得很透啊，他用了这种灰色的压檐的这种线条，包括下面的这个灰色的石材，还有整个的大面积的白，营造出了一种中国传统的水墨山水，领域和范围是很宽广的。从一个小茶室、泳池到这种巨高的摩天楼，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楼能看出来，它设计的语言相对是很纯粹的，用色呢也是很简单，强调一种立体的雕塑的美学，在立面上没有过多的材料，像这个基本上就一种材料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葡萄牙国家馆1998年世博会，这里边最重要一个特色是把一很重的混凝土做得像一片布一样啊，它是通过那种斜拉的钢索，然后再跟混凝土结合，形成一种非常轻盈飘逸的感觉。这么大的一个无柱的空间啊，人们可以自由的在这里边穿梭。这次展览呢，最大的印象啊是他的手绘狂人啊，他画了太多的草图。据说呢，他每一个作品啊，每一个设计都要画出1000多张的手绘啊，最多的可能画到了1万张。这个时代呢，是一个电脑 AI 所盛行的时代，所以我建议呢，不要放弃手绘，因为手绘可以跟我们的人的思维完美的结合，让我们的想法通过我们的手把它记录下来。而且手绘呢，你会有对建筑空间和尺度的一个精准的把握。所以我要回去画手绘了，拜拜。